联合健康 UNH 继去年暴雷之后，它的股价最近居然又崩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我是查理博士，坐标加州硅谷。1月27日，医保龙头联合健康发布最新财报，营收指引大幅低于预期。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在压低医保补贴，政策加财报双重暴雷，结果就是 UNH 股价单日闪崩20%，从350美元直接砸到280美元。更关键的是，现在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巴菲特的伯克夏去年夏天建仓买 UNH 的成本价。这是价值陷阱，还是又一个史诗级别的黄金坑？但事情还没完，川普总统最新抛出了几项民生政策，包括压低信用卡利率、限制电费的上涨，正在对整个非科技类板块产生连锁冲击。金融股 JP Morgan 高盛、核电股 CEG、VST、OKLO 近期集体被重新定价。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传产业的优质股票会不会成为新的价值洼地？本期节目，查理为你一一解答。其实啊，大家看到 UNH 昨天这个跌幅，可能都懵了。不是说好最糟糕的2025年已经过去，联合健康迎来了复苏腾飞的右侧行情吗？在股神巴菲特的加持下，它的股价好不容易站上300美元，现在居然又跌回到280，什么情况？1月26日，美国医保中心发布了2027年的拟定报销费率。市场原先以为医保报销怎么也能一年涨个4%到6%吧，毕竟美元贬值的速度都超过了这个范围。结果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医保报销涨幅竟然只有0.09%。对，你没听错，这就是原地踏步，连通胀的脚后跟都够不着。要知道，联合健康可是全美最大的私营医保二房东，他帮政府管着几千万老年人的健康，赚的就是这个中间的差价。那现在的局面是，一边是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医疗成本在疯狂的上涨，另一边则是政府给的医疗补贴费用几乎没加。那么这一定会大幅压缩 UNH 的利润空间，也是它的股价跳水的导火索。1月27日，联合健康发布2025年 Q4财报以及2026年营收指引，结果令市场大失所望。公司预计全年营收只有4390亿美元，比25年下降2%，是自1989年以来 UNH 首次出现年营收负增长。管理层预计，今年参保会员的数量将减少300万，这是因为联合健康正在进行壮士断腕，主动撤出了盈利率不佳的市场，并且调整了保险的定价，以求止损，提高利润率。然而 Q4 的医疗护理比率出人意料的飙升到92.4%，大大超出了去年同期的89.1%。这意味着 UNH 高达90%以上的保费收入都被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理赔，它的利润率不到8%，是非常低的。巧合的是，在众议院专门负责医疗健康委员会的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众议员 Kevin Hern 在12月23日通过家族信托基金清仓了 UNH 的股票，它的卖出价格为325美元，交易金额在25万到50万美元之间，确实有点那么内幕交易的味道。然而，如果我们看 UNH 的 EPS 每股增速，会发现情况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可以看到，联合健康在今年的 EPS 比去年有8.5%的增长，虽然这个涨幅要远低于标普百平均10%到12%的 EPS 增速，但是 UNH 暴跌之后的 PE 本益比也才18.3，大大的低于标普百指数平均28的 PE。更为重要的是，到了2027年，UNH 的 EPS 增速能够上涨到17%，28年则更是有高达25%的 EPS 增速，前景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对联合健康股票的预测，其中有30位分析师给出了评级，70%给出强烈买入或者买入，23%给出持有，只有不到7%的分析师给出卖出的评价。如果我们看分析师给出的一年平均目标价，会发现，现在 UNH 的市价已经跌到了281美元附近，基本上和分析师给出的最低目标价格280美元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说，联合健康目前已经严重超卖，它的股价再往下跌的空间已经非常小。而机构给出的平均指导价高达396美元，比市价高出40%以上，证明 UNH 的上涨空间非常的惊人。CRI 系统认为，虽然医保政策压缩了联合健康的利润，但是公司的管理层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包括裁撤 Optima 人员，深度使用 AI 代替人工，还是能够让 UNH 的收益率在接下来2年有大幅度的提升。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考虑在280美元附近逢低抄底建仓买入 UNH 的股票，它的下行风险其实是蛮低的。当然，如果您求稳，也可以等 UNH 的股价在月线级别出现止跌形态之后，再分批建仓买入，这样就更加安全放心了。CI 系统测算，它的买点在275.6美元附近，只比市场价低了2%左右，差距非常的小。当然，考虑到联合健康今年股价波动还算是比较大的，查理会控制 UNH 的仓位在总资金的6%以下。那么这样一通操作下来，投资 UNH 的风险就非常可控了。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联合健康未来的走势？请在评论区告诉查理。我们的 CI 投资组合目前只持有12股的 UNH，占了总仓位的0.4%，比例非常的低。查理是在1周之前的1月21日通知了 CRI 会员朋友们，以341.2美元的价格止盈了绝大部分 UNH 的仓位。当时的考虑是，我们能锁定差不多8%的短期利润，然后可以把解放来的资金用来以449美元的价格抄底微软的股票。没想到，我们不仅完美避开了1周后 UNH 的暴跌，还完美抄底微软。现在 MSFT 股票已经有3.6%的盈利，相当的 nice。其实啊，不光是医疗保险板块，川普政府最近的一系列动作还造成了金融银行板块的大地震。1月20日，川普在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他呼吁美国国会正式立法，将所有信用卡的年化率限制在10%以内。对此，美国第一大银行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态度。戴蒙称，这个政策如果实施，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经济灾难，因为强制10%的信用卡利率上限会迫使银行停止向高风险的借款人发放贷款。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没有高利息的保证，超高的不良贷款率会让银行赔得个底朝天儿。他估计这会剥夺80%美国人的信贷机会，从而切断他们在紧急情况下赖以生存的主要后备信用。JP Morgan 的首席财务官巴纳姆则表示，银行可能会通过取消积分奖励计划、提高年费等手段来抵消利息收入的损失。而川普的回应也很迅速，就在1月22日，川普正式对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提起诉讼，指控 JPM 在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事件之后，出于政治动机，不公正地关闭了他名下的多家酒店企业的账户。这一系列的纠纷让 JP Morgan 的股价在过去1个月下跌了7.2%。事实上，除去和白宫的纠纷，摩根大通在1月中旬发布的最新财报表现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它在25年第四季度的总营收达到468亿美元，同比增长7%，全年净利润高达570亿美元。JP Morgan 预计2026年的净利息收入将达到1030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可以看到，它的支付和投资银行业务增长非常强劲，绝对是基本面很稳健的金融巨头股票。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 JPM 股票给出了绿色的买入信号，它的市价在299美元，刚好处在293到299美元的较强支撑区域。虽然过去3周摩根大通从高点下跌了11%，但这并不改变 JPM 基本面优秀的情况。我们确实可以考虑在290到300美元附近建仓买入 JPM 的股票，只要把仓位控制在5%以内，长期持有是没有毛病的。那聊完了摩根大通，我们再来看看投资银行业的老大高盛的财报表现。高盛在第四季度的总营收为134.5亿美元，同比下降3%，
主要受剥离信用卡业务相关的会计简计的影响。然而，GS 的 EPS 每股收益高达14.01美元，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11.62美元。得益于投行业务的回暖以及股票交易的亮眼表现，高盛的赚钱能力又一次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更为重要的是，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传统大行不同，高盛已经基本剥离了拖累业绩的零售信用卡业务，因此 GS 股价受特朗普10%信用卡利率上限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是 CI 系统对高盛的股价分析，可以看到 GS 在872到879美元有一个较强的支撑，而现在高盛的股价仍旧处于下跌回调的状态，市场价从975美元回撤到了924美元。我的 AI 系统建议，咱们可以再等等，如果 GS 股价能够来到下方的879美元范围，是非常不错的建仓买入的机会。那市价距离系统给出的买点还有大概5%的距离。查理认为，我们不需要着急现在就买入，应该有蛮大的机会在880美元以下捡便宜抄底 GS 的股票。朋友们需要一点点耐心哈，总的来说问题不大。那除了医保、信用卡利息之外，川普最近也迫使核电公司调低了电价。川普政府联合多州州长提出了一个原则性声明，警告那些疯狂耗电的，包括谷歌、微软的 AI 数据中心，如果当地的电价上涨，那这笔钱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承担，得由科技巨头们自己掏钱去盖专门的电厂供电。在此之前，核电股 OKLO、CEG、VST 暴涨，是因为市场原本以为 AI 数据中心会为了24小时稳定提供的电力而支付极高的溢价。现在，美国政府介入，要求对现有的电力资源实施强制性的价格限制。投资者自然担心核电公司无法再通过调高电价来获取超额利润。此外，如果像 CEG 这样的核电巨头不能再简单的把现有核电产能卖给微软、谷歌赚快钱，那他们就必须参与建设周期性强、资本投入大的新项目。那这种重资产慢回报的模式，自然就会让追逐短期利润的资金撤离。然而，如果我们看核电股 VST 的基本面，会发现其实还不错。2026年 VST 的 EPS 年增速高达74%，27年也能维持在25%以上。如果我们就按20到30倍的前瞻 PE 来估值，对 VST 的交易价格做计算，会发现它的股票今年的交易范围出现在175美元到263美元，而现在 VST 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63美元，属于挺便宜的，适合投资者逢低买入。当然，考虑到核电股受政策新闻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 VST 的股票波动性非常高，我们最好把它的持仓比例控制在总资金的5%以内。查理认为，长期来看，VST 是一只挺不错的成长型小盘股，值得我们持有几年的时间。至少在 AI 数据中心如火如荼建设的这2年，它的 EPS 增速决定了 VST 的股价还能阶段性的上攻。当然，如果你是风格更加稳定的投资者，核电巨头 CEG 的持股体验要比 VST 更好。CEG 当前本益比也更低一些，在33左右，而且它的 EPS 增速也非常的不错，今年有高达23%的 EPS 增长，明年也能够维持在15%以上。CEG 有点像核电行业的微软。CI 投资系统对于 CEG 的股票当前也是给出了绿色的买入信号。现在 CEG 的价格刚好卡在了288到298美元的较强支撑，在市价290美元以下买入 CEG 做长线布局是非常 OK 的投资选择。那么对于 CEG，查理认为控制仓位在6%以下就没啥问题，做稳扶好即可。然而，不是所有的核电股都值得我们去投资。在这里，查理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反面的例子，那就是 OKLO。可以看到，OKLO 的 EPS 在2026年居然比25年还有8.6%的下跌。更关键的是，OKLO 直到2028年之前都很难实现扭亏为盈，这也就意味着它的股价没有基本面业绩的支撑，只能靠资金、情绪和追涨杀跌来完成。现在 OKLO 的市价在86美元附近，但是它距离下方的36美元的强支撑
有高达50%以上的下跌空间。因此，查理认为，散户投资者最多只能以极小的仓位投机 OKLO 的股票，千万不能加仓甚至重仓，被深度套牢的风险极大。在这里，朋友们千万小心，选 CEG、BST 等有业绩支撑的核电股为好，避开 OKLO 这样的概念股。这是1月尾声的美股盘面，可以看到资金正在往市值排名前5的头部股票，包括英伟达、谷歌等汇集。而 CI 投资组合重仓持有的微软、亚马逊、Meta 最近都有相当不错的反弹表现。有会员朋友问查理，现在需不需要在七巨头财报公布之前止盈一些他们的股票，企稳一些？查理认为，像微软、Meta 他们的股价虽然已经有一波不错的反弹，但是绝对算不上昂贵。借着财报的东风，他们很有可能再有持续右侧走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过早止盈这些科技巨头的股票，因为那样会错过之后更多的潜在收益。作为股东，科技巨头的股票上涨当然是好事。然而，查理生活在湾区，我的很多码农朋友最近都被新一轮的裁员潮影响到了。亚马逊这2天正式启动了第2轮全球大裁员，这次有1.6万人失去了工作。核心重灾区包括亚麻的 AWS 云计算、零售业务、Prime Video 视频部门，当然还有人力资源部门。除了美国这边，印度的班加罗尔办公室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亚麻的 CEO Andy Jassy 称，裁员不是因为公司财务危机或者 AI 取代了人工，而是消除公司臃肿的层级结构，让 Amazon 重回创业公司的敏捷状态。无独有偶，通讯巨头 Meta 也在2周之前启动了新一轮的裁员。查理在1月16日的节目中有专门介绍，Meta 这次裁撤的是负责 VR、AR 以及元宇宙的 Reality Labs 实验室，总共有1000到1500名软件和硬件工程师失去了 Meta 的工作，包括了湾区、西雅图以及新加坡等海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扎克伯格通过削减元宇宙的开支，每年能够省下40到60亿美元，把资金投入到 AI 基础设施建设和训练 Avocados 大语言模型去了。而就在昨天，社交电商平台 Pinterest 突然宣布，全球裁员15%的员工，涉及700多名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和部门负责人。通过这次瘦身，Pinterest 能节省约1.75亿美元的年度开支，从而把钱重新投入到 AI 自动化广告投放、生成式 AI 技术研发中去。然而，和亚马逊、Meta 等巨头不同，Pinterest 这样的小公司，在面临 TikTok、Meta 的 Instagram 的激烈竞争时，它的用户和收入增长的难度就更大了。查理有在 Pinterest 上班的好朋友，虽然这次没被裁，但是内心忐忑，已经开始准备 LeetCode 刷题，重新开始找工作。在这里，我也衷心希望美联储能够尽快降息到2%以下，最好是1%或者更低的利率。让所有还在找工作的朋友们可以尽快的找到满意的好工作，从而度过这个经济的寒冬。那除了涨得很好的科技巨头，最近有2只头部股票震荡比较大，那就是制药巨头李来以及云计算基金甲骨文，单日下跌了2%以上。李来的下跌是因为美国联邦医保把它的 GLP-1 减肥药中报产品 Trulicity 列在了价格谈判的名单之中，市场担心这会进一步压缩李来的利润空间。川普近期强硬的表态，要求将 GLP-1 类药品的价格从每个月$1000降低到只有$150左右，让投资者对于李来减肥药未来的定价权感到恐慌。而 Oracle 还是老问题，背负千亿债务，砸锅卖铁建 AI 数据中心，高昂的资本支出让未来它的营收增长如果达不到预期，那么 Oracle 股票可能一直处在低位震荡的走势。朋友们要小心一些，现阶段最好别重仓 ORCL 的股票，不然它的波动实在是太大。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月28日，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百指数的走势、美债直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
目前 C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剩下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上。那目前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类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但是在个股层面，CI 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入手的股票，分别是伯克夏哈撒韦、Palantir 和我们今天讲的 CEG，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我们重仓的 Meta 已经接近盈利了，而排在第二的微软近期实现了扭亏为盈，给查理带来4.6%的浮盈。在1月下旬涨得最好的股票包括波音、美图秀秀 Match、量子计算 ETF QTUM、亚马逊、微软。查理期待着亚马逊、微软和英伟达的股票能够再接再厉，走出新高的走势是最好不过的。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33%，微软占比22.7%，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6%，亚马逊占比8.2%，标普百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4%，和英伟达占比6.2%。在这里，查理认为唯一还没有爆发的只剩下比特币了。可以看到，我的 IBIT 的持仓还有11%的浮亏，但是查理依然坚定地看好比特币的反弹走势。这是因为美元的长期贬值和泛滥，这个趋势很难改变。虽然现在热钱都跑去炒黄金、白银和铜等金属了，但是总有资金会回流到比特币的那一天。个人还是看多 IBIT、FBTC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表现。这是查理个人的期权投机交易，可以看到，我是在周一止盈了部分 Meta 的远期看涨期权，行权价在$650，锁定了16%的短期收益。紧接着，我买入了10张 IBIT 明年1月份到期的 Call Options，行权价为$49，期待着比特币反弹之后能给我的看涨期权带来高额的回报。当然，这里展示的是查理极小仓位的期权交易，风险还是比持有股票高太多了。朋友们，请不要轻易模仿。我的主要资金还是长线布局在 Meta、微软、IBIT 等正股身上。和往常一样，未来的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姆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C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姆每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对联合健康的暴跌有什么看法？我们能够抄底 UNH 吗？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我也会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操盘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